你们老陈家有后了，我欠你的恩情还完了，离婚吧。重生了，重生到了媳妇儿刚生完第10胎那天。16年前，梁冰冰落水，我救了她，她被我看了身子，人言可畏，我们不得已匆匆成了婚。她是城里来支援的知青，10里8村最漂亮、最有才华的女人，而我就是地上的泥，配不上天上的云。上一世，城里有他心心念念的学长，那个他时常挂在嘴边、无比仰慕的男人。我嫉妒梁冰冰，你是不是就想回县里？你在说什么？你不给我生出个儿子，别想出这个家！这16年来，为了那句约定，他的肚子几乎没闲过，可接连生下的全是女儿。陈明道生的全是女儿哟，没儿子，走路腰杆都直不起来喽。可我不管，我巴不得梁冰冰生的全是女儿，这样我们夫妻就能一辈子在一起。可上一世儿子出生，我还是愿赌服输，放了他自由。我独自拉扯10个孩子长大，一辈子没再娶妻。可到头来，10个孩子没人给我养老，我孤零零地冻死在了桥洞里。我救人有什么错？爱人又有什么错？既然重来一世，那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不孝子一起养白眼狼。这辈子我绝不放他走。陈明道，你们老陈家有后了，我欠你的恩情也还完了，我们离了吧。我不离。陈明道，你无赖！梁冰冰，你法盲，哺乳期不允许离婚，你老老实实做你的月子，奶你的娃。不与傻子论长短。梁冰冰瞧不上我这莽汉没关系，日子能过就行。妈妈饿。不哭啊，8凤9凤乖，大姐去给你们弄米汤喝。上辈子因为超生被罚款，老婆孩子们跟着我挨饿，是我无能，重活一次，这日子绝不能再这么过下去。梁冰冰，就算你看不上我，也请你担起做妈的责任。我去找吃的，很快回来。妈，你也喝点儿，喝完就有奶水喂弟弟了。大凤，去把柜子里的红糖拿出来，给妹妹们冲了喝。红糖？可是红糖不是要留着过年吗？今天就是过年。这山秃的，树都没几棵。我上一世是怎么熬着日子把几个孩子都拉扯大的？真是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这是愚人金，前世因为这玩意儿，差点闹出人命。乡亲们别抢了，这不是黄金，是黄铁矿，看着像黄金，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硫。这愚人金虽说不是真金，但能入药，还能炼化硫磺，换成钱，1斤也能有个几十块。如今大家都不知道这东西，正好捡了这个漏。大凤，冰冰，我下山买粮去了，很快回来。叔，王狗生，这流氓找我做什么？你干嘛？叔，您忘了，是您找人捎话说媒，只要1袋粮食就把大凤嫁给我。瞧，满满1袋50斤，全是上好的精米，够有诚意吧？我想起来了，上辈子这么穷，是怎么熬过来的了？大女儿，上辈子为了这1袋50斤米，我把大凤嫁给了王狗剩。王狗剩好吃懒做，动手打女人是常事，我真是畜生，难怪上辈子女儿恨我。叔，大凤呢？我今天就把人领走。滚！你比老子小不了几个月，少他妈叫老子叔！再敢打大凤的主意，老子打断你第3条腿！带着你的破粮食，给老子滚！哎，陈明道，你耍我呢？今天你不把大凤嫁我，我转头就去叫计生办的人来，把你超生的儿子押走，交不上罚款，你这辈子别想再见着他。我嫁给你，但不是今天。二凤还小，家里的活儿还不会做，等我教好她，我再嫁过去。行，但你们得定个日子，不能让我一直等，可别吃了我的米，最后又不认账。王狗剩，你给老子滚！
老子的宝贝女儿绝不可能嫁给你这个人渣。是他的宝贝。老子马上就会有钱。你有钱？哈哈，一个连田地都没有的穷光蛋也敢说有钱？你袋子里装了黄金？别乱喊，这不是黄金。这东西虽说不值黄金价，可眼下全靠它换粮食。要是传开了，人人都去挖，收获的人肯定压价，还容易闹出乱子。看什么看？还不快滚！叔，您拿着这些东西，这是要上哪儿去啊？再跟你说一遍，这些不是黄金，我拿到城里卖了，换点粮食回来。哦，换粮食啊？何必跑城里那么远遭罪？我这儿就有，我卖给你，刚好1袋矿石换1袋米，你不吃亏，我也不吃亏，对吧，叔？你真要换？算了吧，我这矿不值钱，换了你的米，回头你觉得亏了再来找我麻烦，我还是自己去城里卖。不会不会，您放心，我人品好，嘴也严，保证不往外说。走，回家做饭去，咱们今天吃顿干饭。辛苦我们家大凤了，你先煮着饭，我一会儿再去山里看看。怎么感觉爹平日里的麻木不见了？扛着米的样子又高大又精神。爹，这是什么呀？能吃吗？能吃吗？爹，我饿。这是精米，今天放开了吃，我能搞来第1代，就能搞来第2代、第3代。先让孩子们吃饱饭，再把他们一个个养大，供他们读书成才。不管将来怎么样，我这个当爹的得做到问心无愧。辛苦我们家大凤先煮着饭，我再去山里转一圈，多少搞点肉回来。大凤，你觉不觉得你爸有些变了？自从弟弟出生，爸对家里上心多了。终究是生了儿子罢了，他心里从来只有传宗接代，留我下来也不过是为了让我把儿子奶大。他心里半分也没爱过我。要是他知道当年那场落水是被我算计的，怕是还要恨我毁了他的好姻缘吧。这山秃的连只老鼠也找不到，到哪儿去给媳妇儿孩子找肉吃？山窝的里鸟群齐飞，那里有大猎物。金钱豹，猎的还是野猪，野猪肉肥得很，上辈子想吃都没条件。家里9凤1龙还嗷嗷待哺，干了！豹兄，对不住了，这招好久没用了。这具身子骨还行，刚才跑了一路，力气倒是够，能不能成就看这一下子。减重之后，大概还有80来斤，刚好能扛动。这节脊骨不能丢。冰冰刚生完孩子，得喝谷子汤补血补钙。到家了，孩子们说不定正趴在门口等我，不知道看见肉会不会高兴。梁冰冰，她会不会高看我一眼？大概不会吧，她爱的是知识分子。我这又脏又臭的大老粗，有什么好爱的？无所谓，我无愧于心就好。爸，是你吗？爸，大凤，你怎么了？别怕，爸打到猎物了，咱们有肉吃了。真的吗？我去叫妹妹们起来，一起把肉搬回去。不用，别吵他们睡觉了，我缓一会儿就回去。没睡，大家都没睡。妈，爸回来了，还带了肉，好多好多肉。是在担心我吗？他在气什么？我腿都快断了，脚上全是血口子，他都看不到吗？我明白了，他站在门口，不是担心我，是看我活着回来，失望了。爸，我来帮你，还有我。你们拿不动，爸自己拿进去就好。哇，好大一块肉！爸爸想吃肉肉。爸，你还没吃饭吧？这粥温着的，现在温度正好，你快喝。什么都没放，竟然这么好吃。生活太苦了，一碗粥都是人间美味。爸，没事，是太累睡着了。好好的人出去一趟，怎么伤成这样？你就不能让人省点心吗？月子里不能哭，为了儿子就这么拼，命都不要了吗？我居然在吃儿子的醋，可笑不可笑？先煮一部分内脏给小妹妹们吃，剩下的肉切成条，架在火边烤干，做成肉干。知道了，大姐。二凤、三凤，别那么贪嘴。姐，太香了，我好久没吃过肉了。
以前也就爹偶尔拿家里攒的盐跟村里人换条小鱼，有时候还是白水花让阿姨塞给爹的。小声点，妈不喜欢听见这个名字。白水花就是陈明道之前的未婚妻，因为陈明道被迫娶了我，她30多了还没嫁出去，村里都在传，她心里还惦记着陈明道。肉没烤熟不能吃。妈妈，香香。这是肉，你们爸爸特意进山打回来的。记住，爸爸这么辛苦养你们，长大了要好好孝敬他。什么味儿这么香？像是肉味儿。谁家大早上就在吃肉啊？可不是嘛，我闻着这味儿飘一晚上了。肯定是谁家偷着吃肉，做好了赶紧熄火了呗。这重活一世的年轻身体，竟然还能迎风尿3尺，重活一世，值了！这鸟不拉屎的破石头山，当年我超生，村里那帮人把我们一家老小赶到这儿，是存心想绝我们的活路。老天爷既然让我重活一回，这活路我自己趟出来。计生办的超生罚款我交，我陈明道的孩子得堂堂正正的活在阳光下。罚款总共5400，一斤鱼人斤1毛，挖够54000斤就够。当务之急，先把这片荒山承包下来。爸，家里没干柴了，剩下的肉还没熏干，盐也不够，没法腌。眼看就要开春了，这肉省着点吃能吃好久呢，坏了太可惜了。傻孩子，不用那么省，该吃就吃。爸能打这第1只猎物，就能打这第2只、第3只，以后肉管够。打猎让日子过好点有什么不对？孩子都生10个了，他的心怎么就暖不热呢？行了，天气冷，我下山弄点钱。爸，等一下，这里面是烤好的肉干，路上饿了可以直接吃。还是我女儿疼我。走了。县城里有店收矿，但我偏不去，去国道卖矿，得挑识货的冤大头。喂，这是干什么呀？黄德发，上一世这老小子来村里搞承包，承包费一拖3年，项目垮了，全村跟着血本无归。更狠的是，我家5凤6凤那对双胞胎就是被他设局强占了去，这笔血仇我记了一辈子。山里捡的，我也不认得是啥，但这么漂亮，拿回家摆着，没准能招财呢。一身泥点子，摆明了是山里的泥腿子。这蠢货，这种东西也敢拿到马路上卖，挺有意思的。哪座山上捡的呀？这儿，我家就住这儿。老板，您认得这是什么吗？是宝石不？我觉着肯定是山神老爷赏我的。还山神老爷，真是愚昧。这手感，这颜色，就算不是黄金，至少也是黄铜。怎么卖啊？50块。50块，庄户人家半年收入了，诓他这1块也发不了财，得把山头位置套出来才行。50块呀？你这要是金子，卖50块可不亏大了。这样，我带你找个地方鉴定鉴定，如果真的是黄金，我就按黄金价给你，咱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对吧？老乡，你别听他的，这是矿，得提炼才能值钱，根本到不了30块一克。刚好我丈母娘过大寿，这东西看着喜庆，50块，你卖给我。你这人瞎说什么？先来后到，懂不懂？我先说要买的。你什么你？你又没付钱，又没签合同，我怎么不能买？老乡，东西卖我，钱现在就给你，我要了，我出100，我出100，你出得起吗？出不起就滚。行啊，你有钱，你掏。老乡啊，我不光买你手里这块，你袋子里的我也全要了，就是我手边没带那么多钱，你跟我上家里拿去。跟您回家就不用了，要不我先在这儿卖着，您回家拿钱去。这事让别人抢了先，万一别人也盯上矿山，就麻烦了。老乡，东西我全要了，我现在真没带那么多现金，咱们交个朋友，你要信得过我，回头我把差的钱给你送家里去。我叫王有才，老乡怎么称呼？哪个村的？黄德法这狗东西，连真名都不敢说，摆明了是想顺藤摸瓜找矿山，这可怎么办？报真名，他早晚摸上山报复，以后认出来还是祸害。我家全是女儿，经不住他祸害，得2头都不沾。我家就住那头山上，村口有块大石头，可好找了。现在这些都是你的了，要是还想要，记得来找我，我再去山里求求山神老爷，让他再赏我点儿。兄弟，谢谢你啊！以后我要是还有这宝贝，
再便宜卖你。他妈的，一眼全是山，到底哪个村的？不行，得先找地方鉴定鉴定，这些到底是什么东西，别真被骗了。孩子们的衣服鞋子置办好了，米油煤全都要票，可我没票。省城倒是有票贩子，可一来一回得一整天，家里一堆女娃，我不能离开太久，先回去，以后再说。真没柴了，再这样下去只能吃凉的了。可妈还在坐月子，这可怎么办啊？只能试试那个办法了。你们都过来。妈，这画的是什么呀？这是沼气池，平时吃喝拉撒产生的废料，发酵了能产沼气，用沼气池来烧火做饭，能省好多柴火。这么厉害，那咱们赶紧建。陈明道，你给老子出来！狗日的，还铺来骗老子50斤精米，也不怕吃死你！大凤这丫头长得真水灵，跟朵刚开的花似的。陈明道，你要么还我米，要么今晚让老子当你大姑娘的新郎。王狗剩，你胡说什么？我的天，这梁冰冰生了这么多娃，怎么还美得跟天仙似的？小婿见过丈母娘。谁是你丈母娘？不要脸！我老丈人呢？不在家，我可跟他老人家说好的，1袋精米当彩礼，娶大凤做媳妇儿。这登徒子死100次都不够。可我现在身子虚，陈明道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去，大凤，给你男人倒杯茶，渴死我了。流氓，滚！丈母娘扇得好，小婿该打，只要您高兴，想怎么打都成。无耻！你滚不滚？不滚，今天就死在这儿。丈母娘这是何必呢？我要死了，你家大凤可要守寡了。他妈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梁冰冰，你个婊子，老子弄完你再弄你女儿，我看你能把老子怎么样？爸，我怕。不好，是家里的孩子。黄狗剩，你今天要是敢胡来，我一定要你狗命！呸！老子可不是吓大的。我妈，坏人，打坏人！陈明道，喊破喉咙也没用，你男人指不顿在哪儿鬼混呢？那个老丈人，爸，你听我解释。陈明道，你今天要不把他腿打断，你就不是男人。只打断腿，我现在杀了他的心都有。你们敢？你们骗我粮食，还打破我的头，再敢动我一下，我就去告你们，让你们全家蹲局子！稍微等会儿，我马上回来。王狗剩，你给老子记住了，再敢往我老婆孩子身边凑一下，下次断的就不是腿，而是你脖子上这个夜壶。本来想直接挖个坑埋了，可杀人容易挖坑难，反正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收拾他。对不起，我下次不随便出远门了。陈明道，你混蛋！爸，我现在可以穿吗？真的可以穿吗？是爸爸用钱买的，崭新的。这是新鞋，不是别人扔的。姐，你看，可真好看。好看。没想到陈明道还真有出息了，赚了钱知道往家里置办东西，也疼孩子，不管真心假意，做到这份上就够了。给你的。17、18岁那年，我刚到这山村，也穿了件白色的裙子。这城里来的姑娘长得跟仙女下凡似的。同志，这花给你，山上刚摘的，香得很。我这儿有枣子，甜的，你拿着路上吃。可长得太漂亮也是罪，没多久流言四起，把我的私生活传得不堪触耳。梁冰冰，
老实交代你的作风问题，给全村父老乡亲做深刻检讨。装什么清高？背地里不干不净的。就是以前装的冰清玉洁，原来是个没人要的。呸！不要脸的东西！就是，赶紧滚出我们村儿！只有陈明道。行了，别骂了，人家一个姑娘家什么都没做，你们不就是得不到就想毁掉吗？流言逼得我活不下去，我跑到河边，看见陈明道，我毫不犹豫跳了下去。我想，要是他救我，我就为他活；要是他不管，我就死了干净。有人落水了！你傻不傻？多大的事就想不开？他救了我，可我也毁了他和白水花的婚事。梁冰冰，你要不要脸？我跟陈明道早就定亲了，你抢我男人！这个男人是我用见不得人的手段偷来的。以前我总想着他提离婚我就答应把他还回去，可现在我越来越舍不得了。都半老虚娘了，哪能穿这种年轻人的衣服？你是故意恶心我的吗？果然，他心里没我。明天我去找村支书，把咱们住的这山头包下来。到时候钱可能剩不多，但你放心，我还会接着赚，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爸，先吃饭吧。今天我用你买的新铁锅炖了肉和菜，钢筋锅煮了粥，铁锅比瓦罐快多了，还省柴火呢。怎么又是粥啊？不是说今天有米了，可以煮干饭吗？爸，你多吃点，今天跑了一天，辛苦了。原来是这样，家里12口人，就算每人每天吃2两米，50斤也撑不了几天。大凤是怕坐吃山空，计划着吃呢。没事儿，今天爸买了种子，还有花种，明天我就去找村长说，把山头包下来，咱们垦荒种田，日子会越过越好的。行了，吃完饭早点睡觉吧。冰冰肯定觉得我在胡扯，他就瞧好吧。以后我要建一座漂亮的大房子，大凤他们一个都不嫁，我全给他们招上门女婿，到时候一家人就是一个村子，比住在城里的小区舒服多了。等以后发展旅游业，咱们还能开民宿，坐在家里就能赚钱。我想起来了，当年这山里能发展起蚩尤业，契机就是金矿。黄铁矿会伴生金矿，这山里真的有黄金。上一世城镇搞了金矿旅游，让游客来体验淘金，黄金价格越高，旅游热度就越火，比单纯挖矿赚多了。这事我完全可以联合城镇一起干。没睡，过来。好些了吗？结婚16年，今晚这被窝头一回是暖的。听说了吗？东头的王狗剩被陈明道打了，腿都打折了。哟，陈明道支棱起来了，生了小子，腰板可不就挺起来了？哎，那是不是陈明道？嚯，生了儿子就是不一样，还奖励自己一双5块钱一双的解放鞋。不是说他家连块地都没有，哪来的钱？没准是抢王狗剩。1个公分才值1两分钱，忙活1年攒不下几个子儿，难怪见不得别人穿新鞋。随你们说，老子今天是来办大事的。快吃，多吃点，省得有不要脸人来家里蹭饭。这么早，吃饭了没有？要不坐下吃点儿？巧了，六叔，我还真没吃。我都讽刺的这么明显了，这小子是饿得脸都不要了。这是肉干儿，我先吃2口垫垫肚子。奶奶，我要吃肉肉。这10里8村穷得连牲口都养不起，他们不知道多久没尝过肉味了。馋吧，馋就好办了。那个明道啊，婶子咋了？好了好了，别哭，吃饭饭啊！明道，喝口水。哎，到了我叔家，连口热水都喝不上啊！就你也配喝热水？六叔，听说村里包产到户都分田地了，怎么没我的份啊？叔也想给你分啊，可你是超生户，叔也没办法。六叔，我只是超生，凭啥剥夺我的合法权益？哟呵，看来这小子今天是有备而来呀！道啊，你跟我说这些没用，我都是听上面命令办事。
要不你去计生办问问叔，你是我亲叔，不找你找谁？找计生办那不就见外了？我也知道村里好地都分完了，我不要好地，就要我家住的那片山头。那你种呗，那破山满是石头，又没人跟你抢，你随便种就是了。你到底想干啥？大清早的瞎扯淡！哼，当然是要文书要合同啊，按村民标准，每人该分多少地，你得分给我。山上地薄，面积得多给点，剩下的我承包，1亩地5块钱，那片山头我全要了。哼，1亩地5块，你全要？那山头随便估估都上千亩，5块钱1亩，那得大几千。行了行了，你随便种种够吃饭就行了。人啊，得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叔，你不用管我几斤几两，你就想想，地包出去了，多少能给村里创效益，给你添业绩。而且我不只要那一座山头，前后没人要的荒地，我也全包了。你小子发财了，叔，你别管我钱从哪儿来，你把地包给我就行。我是村长，村里地承包出去，这钱跟我自己的没区别。行，既然你愿意包，六叔就帮帮你。钱呢？那山估摸着1000亩，1年就是5000块，拿到手能干不少事儿。钱啊，等我赚到了再给。你什么意思？陈明道，我告诉你，你这么干是违法的。我承包土地，违什么法？钱我又不是不给，等有了收成卖了粮自然给。别的村都能赊账，咱们村不行，大不了我立字据。感情是个穷光蛋，想空手套白狼，哼！还不上钱就得你儿子还。荒地无人耕，一耕有人争，这合同防的就是山里这帮人。至于外头的祸患，进山的路一天不修，山外就一天威胁不到我。冰冰还在月子里，老用凉水也不是个事儿。现在天色还早，我去集镇上买个太阳皂。是他，就是他打人！同志，快把他抓去坐牢！你好，陈明道对吧？王狗剩控诉你打破他的头，打断他的腿，对此你有什么解释？好狠啊！这不是说娶大凤赔不少钱吧？陈明道哪有钱赔？不是我打的。陈明道，你撒谎！同志，抓他！我就是被他打成这样的。你控告我打你，有人证吗？要么拿出人证，要么你就是诬告。同志，他要是诬告，我是不是可以追究他的责任？同志，问他家里这几个小丫头，他们当时就在院子里，肯定看见了。陈明道，如果有目击证人说出事实，你可就没机会了。老实认吧，只要你认错，咱们还能和解。你赔我点钱，大凤我照取。往后你是我老丈人，我保准好好孝敬你。要不然，你这重伤罪起码蹲个10年8年，到时候你这媳妇儿和女儿们可就全没着落了。大凤带着妹妹们站成一排。同志，要问什么你们尽管问。哟，咱们梁大美人是想通了，不想跟着穷光散过苦日子了。我身正不怕影子斜，跟你和解个屁！同志，你们随便问。小朋友，叔叔问你，你们的爸爸昨天下午有没有打过躺在地上这个王狗剩？叔叔，你问的是几点的事情呀？几点？大概下午5、6点吧，那时候天快黑了。下午5、6点，你有看见你爸爸打这个人吗？我家没有表，不知道5、6点是几点。不知道你还问？你别管几点，快天黑那会儿，你看没看见你爸动手？快说实话！你他妈吓唬谁家孩子呢？老子背了你！哎，我们还站在这里，这是要做什么？陈明道，退后！王狗剩，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保持安静和克制，再大呼小叫恐吓孩子，我们立刻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没事儿，
不用怕，好好想想，昨天快天黑的时候，你们的爸爸有没有跟这个人产生冲突？有没有打架？什么是快天黑呀？太阳落下山，但天还亮着的时候，算不算快天黑？这中间可隔着好长一段时间呢。这死丫头片子在这儿跟老子扯什么时间哲学呢？这孩子说到点子上了，快天黑太笼统了，就算这段时间有过冲突，也证明不了腿是这时候断的。同志，你别听他瞎说话，你就直接问他，不管几点，他到底有没有看到他爹打我？小朋友，那不管是几点，你只用告诉叔叔，你们爸爸有没有和这个人打过架？没有，我一整天都在地里挖土，我什么也没看到，这还用说吗？你玩我呢？王狗剩，注意你的言行，你要是再不能保持克制，我们有理由怀疑你是在故意寻衅滋事。哎呦，疼死我了！不对，同志，你们得问小的，大的会撒谎，那个最小的绝对不会撒谎。问他。挖土，挖土，小九帮忙挖土。小九挖了一天的土，小九棒棒。对，小九最棒了。行了，王狗剩，你要问的我们都帮你问完了，暂时没有任何证据能支持你对陈明道的指控，在这里按个手印吧。同志，你们不能走啊！陈明道还骗了我一袋大米，整整50斤的精米，这你们总该管了吧？他这一喊，黄框框的事怕是要提前曝光了。既然有经济纠纷，为什么不早说？就是他，用一堆破石头跟我说是黄金，骗了我50斤大米。原来是因为这个呀，我还以为王狗剩犯邪呢。原来是陈明道骗米还打人，看着挺老实一个人，原来心肠这么黑。50斤精米啊，我这辈子都没吃过几回。像这种骗子就该抓起来，往饭石头骗精米，这也太缺德了，得让他把米还回来。这群见风使舵的人，算了，既然瞒不住，那就直接把事情挑明了说。王狗剩，你说我拿黄金骗你的米，你肯定？我当时明明白白的跟你说那是黄金。是。那好，我拿了多少黄金骗了你50斤米？一网都几十斤吧。两位治安人员，你们自己判断一下，我拿几十斤黄金骗他50斤大米？他王狗剩如果是个白痴，不知道黄金的价值，那他不会用能救命的精米换一堆破石头。1斤黄金值多少钱？1斤米多少钱？这到底是谁在骗谁？对呀，几十斤黄金哪可能只换50斤米？不是这样的，是他骗我，是他。那是我攒了半辈子的钱啊！我被骗了，还被打了，你们到底管不管？你们要是不管，我就死给你们看！王狗剩，你不要再胡闹了！你要再这样胡搅蛮缠，我们就以寻衅滋事把你拘留了。那你拘留我好了，我钱也没了，腿也断了，你们拘留我吧。拘留了我，公家还能管我一口饭吃。你们回来！姓陈的，要么米还我，要么把大凤嫁给我，否则我不走了，我就吃住在你家。大家伙都听到了，是他自己非要赖在这里的。这深山老林的，夜里要是来了狼把他叼走，那可是他自找的。陈明道，你给我等着！
老子不给你点颜色瞧瞧，就不姓王！六凤，爸爸的好闺女，么啊，好痒。没个正形。爸，家里没柴了，母亲要喂奶，喝了生冷的，弟弟会生病的。没事儿，看我带什么回来了。爸，这是啥？哎，前面不能去，这叫太阳灶，是爸今天去镇上买的。只要有太阳就能做饭，不用烧一根柴。太阳能烧饭？真的假的？这玩意儿能做饭，有太阳就行，不用烧柴？世上哪有这种稀奇事儿？都睁大眼睛等着吧，一会儿水就开了。这能行吗？这不就是放太阳底下暴晒吗？顶多晒热，绝对不可能烧开。别在这儿晒了，你们看见没？陈明大家居然用上了钢筋锅，我还看见了白瓷碗。白瓷碗那可是能当嫁妆传家的好东西。他一个连地都没有的穷光蛋，哪来的钱置办这些？开了，开了，水真的烧开了。我的个乖乖，这铁家伙真能烧开水啊！他们家竟然还有肉，去镇上买肉可是要肉票的，他哪来的票？叔，你这肉到底哪儿来的？现在镇上想买肉都买不着。你要是有什么发财的门路，给侄儿指条明路呗。既然是门路，怎么能随便告诉外人呢？哎呀，咱俩这关系怎么能算外人？叔，您就透个底吧。我家那小子天天啃野菜，馋肉都馋哭了。您要是肯拉侄儿一把，我保证记着您的大恩大德。当年我被赶出村子，落井下石的人不少，但这陈大柱还算厚道，没踩过我。我现在在这荒山上独木难支，如果真让这帮村民红了眼，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确实需要个帮手。你把耳朵凑过来。真的？嗯，谢谢叔。那下午我就干。嘿，好了好了，都下山去，人家要吃饭了，你们还围在这儿看什么？大柱，陈明到底跟你说什么？你高兴成这样？想知道啊？先下山，下去了我再慢慢跟你们说。爸，有了这宝贝，咱们再也不用辛苦捡柴了，简直太好用了。柴还是得捡的，刚开春的时候冷，你妈还没出月子，咱们得做好准备。等太阳落一落，我就带着妹妹们去后山挖沼气池。不用，池子自然有人会来帮咱们挖。你去睡会儿午觉，晚点爸有别的事情安排你们。妈，爸刚才说会有人来帮我们挖沼气集，这可能吗？村里人躲我们还来不及呢。你爸说会，那就一定会。睡会儿吧，你也累了。要不是因为生了这个儿子，他也不会突然变得这么拼命。这么多年，就算是一块石头也该捂热了。可他的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和女儿们的位置？叔，我来了。哇，叔，这是黄金吗？这个不是黄金，但能卖钱。这么亮，就算不是黄金也肯定值钱。能卖多少？跟粮食差不多价。啊？
这么不值钱啊？这可是看在你叫我一声叔的面子上，我才告诉你的。它再不值钱，也不需要你花大几个月去苏土除草上肥。这整座山我已经承包下来了，等于是叔拿自己的东西白送你。你要是不想要，那就算了。要！谢谢叔，我这就挖点出去卖试试。要是真赚钱了，回来请叔喝酒。酒就不用了，我的镐子借给你用，用一次1块钱。啊，叔，您这是什么意思？我自己带了镐子，不用你的，不用也得用。反正你在这里挖矿，就是一次1块钱，我不限制你挖多久，只要挖完下山就算一次。这山虽然是我承包的，但地下矿产不是我的，真要私自组织人开采，出了事责任可不小。先收这1块钱工具手续费，让大厨自己试试水。行，我挖。一天要是能赚40-50块钱，挖上1年，老子不就是村里第1个万元户了？等陈大柱赚到了钱，这发财的消息肯定包不住，到时候村里必然会起乱子。不过没事，陈大柱自己会帮我解决的。我提前把这片地收拾出来，再把种子备好，等开春了，咱们就能种菜了。爸，为啥每个土球只放1粒种子啊？我听村里婶子说，人家都放2-3粒，出芽了再把弱的拔掉。咱们这好种子金贵，浪费不起，宁肯有空土，也不能拔苗。那我们种这么多，够吃吗？先种麦子、玉米，再撒点蔬菜、瓜果籽儿，等秋天收了粮，冬天就能安稳过了。那处地势低，等有空了，我在那里挖一个池塘，下面做防涝，再压细沙、铺石子，再挖条水渠，把四周的雨水都引到坑里。这么厉害，那以后我们就不用下山挑水了。那可不，慢慢来，先把种子育好，地整出来。妈，你站累了就坐下歇会儿。不累。你们慢着点儿，别把土球碰散了。那不是陈大柱两口子吗？大清早不车水，推这么沉的车干啥去？可不是嘛，5个大麻袋，车轱辘都快压瘪了。总不能是粮食吧？还没到收到的时候啊！去，管我们拉的啥？又不是你家东西。奇了怪了，这车沉得像有上千斤，到底拉的啥？我听说陈明堂家最近添了好多新东西，钢筋锅、细瓷碗，还有太阳灶，指定是山上有宝贝。陈大柱这是跟着沾光了。水花，你听见外头说的没？陈明道在山上挖到宝贝了，都分给8竿子打不着的陈大柱了，凭啥想不到你？他的东西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说的什么混话？你为了他18岁的黄花闺女熬成老姑婆，你现在就上山问去，问清楚是什么宝贝，也给咱家弄一份。你要不去，就别认我这个爹。爹，我现在又不是他未婚妻，我以什么身份去啊？今天你必须去，问不出名样别回来。他连我偷偷给他下药借种生子的事都不知道，现在要是去求他，梁冰冰那个女人知道了，会怎么看我？冰冰啊，你是没看见白水花收养的那个男孩跟你们家陈明道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可不是吗？你可得小心点，10个孩子都生了，别让外人钻了空子，尤其得看好家里的钱。就是，他今天指不定还要上山来呢，你可得盯紧点。各位要是没事就请回吧，我要奶孩子，需要休息。哎呦，说曹操到，他还真上山了。明道哥，完了，这下梁冰冰又有理由闹离婚了。水花，你怎么来了？有事上家里说，别站这儿。哥，这鞋是我连夜给侄儿做的，做工不算好，就是一点心意，你别嫌弃。谢谢，心意领了，你拿回去吧。你是来问我最近怎么赚的钱对吧？我也不瞒你，我在后山坳发现了黄铁矿，我找到了买家，能换点小钱。你要是需要，带你家里人去挖就行，我1分钱不收。
就当还你这些年接济我的情分。谢谢哥。去吧，以后有事别单独来找我，瓜田李下，耽误你名声。我也盼着你早点找个好人家，好好过日子。我的个乖乖，大柱这是发大财了哇！大柱，你哪来这么多钱买猪崽啊？我这是凭自己本事赚的。大家伙看着吧，要不了几天，什么自行车、电视机、电瓶艇，我陈大柱家里全都能有。自行车得200多块吧？200算个屁！我上山挖2天的矿就能买一辆，电视机也就1000来块钱，我挖10来天就能全款拿下。陈明道承包的那座荒山上竟然藏着矿，真有矿，难怪赚这么多。明早上山看看。他喵的，难怪他死求白赖要包那座废山，原来是早就发现矿了。不行，这山必须得收回来。这穷山恶水的，要是评判发了财，谁也瞒不住。村里那帮人一旦红了眼，什么杀人越货、投毒毁田的事儿都干得出来。想一个人独占这片矿，简直是天方夜谭，必须得把这水搅浑。爸，你回来了。爸，喝口水，我放了点盐，已经凉好了。去睡吧，这里有我。这辈子我欠大凤的，欠这几个女儿的，一定要加倍补回来。也不洗洗，臭死了。只要看不见他的冷脸，他这时候的语气真像个温柔的妻子。可是他心里把我当成了谁呢？走，上山挖矿。陈大柱这小子果然没守住秘密，被村里人一吓唬就全盘托出了。既然你们都想发财，那这矿山的规矩就得由我来定了。爸，陈大柱嘴没个把零的，把黄矿石的事儿说出去了，全村的人都跑咱们山上挖矿来了。不用慌，这山里的黄矿矿就是个平矿，地表露出来的也就那点零星货色。这群人满脑子都是发财，现在就算告诉他们这矿不值钱，他们也听不进去。随他们挖，等他们把表层的矿挖空，刚好给咱们把建沼气池的坑腾出来。爸，这就是你说的会有人帮咱挖沼气池。大凤，你带妹妹们继续平整土地，二凤带小点的接着和泥木种，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陈明道，你过来一下。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我这儿忙着呢，没空招呼您。哟，生了儿子就是不一样了哈，这干劲儿跟打了鸡血似的。有事儿就说，别耽误功夫。陈明道，把那张承包合同还给我。六叔，白纸黑字盖了公章的合同，您说要回去就要回去，你不退我就去报警告你欺诈。你包山的没说明山里有矿，更没付1分钱承包费，这合同不作数。山里有矿跟我有什么关系？您看我挖了一块矿石吗？擅自开采矿产，破坏自然环境，那是违法的。我可是守法公民，绝对不干那事儿。你不挖矿，你占着这整座山干嘛？你别跟我说你是真心想在这破石头山上种地。我这不是就在种地吗？田都整出来了，您那么大一双眼睛没看见？去，少在这跟我打马虎眼。那合同你今天还也得还，不还也得还。你要是打死不还，我就报警说你抢我公章，你就等着坐牢吧。哎呦，您是我亲叔，我怎么能不替您操心呢？这山里的黄矿矿虽然不是什么真金白银，但在咱们这穷乡僻壤，那绝对是能让人争破头的香饽饽。您想想，这山要是成了无主之物，大家为了抢矿，会不会出人命？不，您这村长能脱得了干系？
再说了，过几年可就要换村长了。以前村里穷，没人稀罕当村长。可现在有了这矿山，您觉得还会没人出来跟您争？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大道理。今天这合同，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只要老子今年借着这矿发了财，花钱把户口买到城里，谁还稀罕待在这破村子当村长？叔，进了我口袋里的东西，还能有还回去的道理？我地也整了，房子也盖了，你现在让我把山退回去，那我一家12口人住哪儿？喝西北风吗？对付这种软骨头，还是玩横的最管用。六叔，我有个提议，这山本来就是我包的，他们上来挖矿，我负责收钱，挖一次矿收10块钱场地破坏费，然后咱们平分，你5块，我5块，怎么样？你小子挺有前途啊，但是你收10块钱那么贵，他们肯乖乖掏钱吗？那这不就需要六叔您大力支持了吗？好，我听你的，咱们现在就去矿坑跟乡亲们说。各位爷们儿，先停一下，你是不是想说这山是你的，不让我们挖？你搞清楚，少数服从多数，还想拦村人发财？你都被赶出村子了，不是村里人，这真要闹出人命可咋整？我没有说矿是我的呀，山是我承包的，没有许可私自采矿是违法的。不信你们去打听打听，偷采矿藏要坐几年牢？你就是不想让我们采，自己想独吞，故意拿坐牢吓唬我们。对，肯定是这样。我说了吗？没不让你们挖，你们这么大张旗鼓不遮不掩，10里8乡其他村的人也很快会跑来抢着挖，到时候人多矿少，抢红了眼出了事，算谁的？哦，好像是这个理儿。那咱们都嘴严点，谁也不许往外说。再等一下。陈明道，你什么意思？有话直说。我要是把发现矿的事上报，会征收我承包的土地，还会给补偿。现在为了让大伙儿一起发财，我牺牲了个人利益。再说矿就这么多，你们挖完了，我这承包的山也废了。今天村长也在，本来这事儿他该按规矩上报，是我求他说咱们村实在太穷了，周围村子都欺负咱们，等咱们有钱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就想让咱们村都富起来。我牺牲个人利益为大家，大伙儿是不是也该体谅体谅我？这样，今天大伙儿随便挖，能挖多少算多少，算我送大家的心意。但从明天起要上山挖矿，一人交10块钱，不管挖多长时间，这不是矿石钱，是你们挖矿破坏了山体，耽误我种电的环境补偿。10块钱是不是太多了？你啥也不做，白得10块。我啥都不做，矿是谁发现的？买家是谁找的？我要是啥都不做，你们能知道这石头能卖钱？陈大叔，你昨天卖矿卖了多少钱？叔，我昨天挖了1天，卖了快100块。听见了？赚100块拿10块钱当补偿，你还嫌多？到底谁贪心不足？好处白给你才行是吧？好了好了，人家明道都仁至义尽了，他直接去拿补偿多省心，犯得着在这儿跟你们掰扯10块钱？好，我们答应。行了，既然说好了，就各自去挖矿吧。爸，大家都跟疯了似的挖，连饭都不吃，你咋不去挖呀？这点矿值不了多久的钱，现在已经开春了，赶在雨季前把池塘挖好才是正经事儿。真是穷疯了，连命都不要了，连过劳死都不知道。明天这么多人一起去卖矿，县城的老板铁定压价。不行，我得跟着去一趟。那爸，你路上小心点，家里有我呢。我这车少说1500斤，按8分半算，能卖100多块。等卖了钱，先扯2尺花布给媳妇儿做衣裳，再给娃买2斤糖，剩下的攒着买小猪仔。我当初就说这东西能赚钱，你们还不信，跟着挖就对了。那老板跟我熟，给的价8分半1斤，比粮食还高。等收购铺老板开了价，这些人怕是都要傻眼了。你们这矿不行，不出货。老板，不对啊，前几天陈大叔来卖还是8分半1斤呢。前几天是前几天，我看你们种田不容易，可怜你们，连收带做好事儿才给的8分半。现在货这么多，我收了也卖不出去，总不能亏着本收吧？老板，您再加点儿，加5厘，加3厘也行啊。我们翻山越岭推过来，实在不容易。就1分半1斤，爱卖就卖，不卖就拖回去，别挡着我做生意。1000斤才卖15块，再交给场地费10块，忙活1天就赚5块，这也太亏了，还不如在家种地呢。陈明道，你小子可把我们害惨了！你说挖矿能发财，现在人家才收1分5，我们放着田里的稻子不管来玩命，赚的钱还得被你抽大头，你心也太黑了。我这次有收你们钱吗？
没有。那不就得了？赚钱的时候你们偷偷乐，亏钱了就赖我头上。种地都有旱涝浅生，何况是做生意？你没脑子没门路，赚不到钱怪别人。明道，是我们不对，不该冲你发火。你脑子活又认识老板，你去帮我们讲讲价呗。对，你要是能把价讲上去，我们以后都听你的，你说啥就是啥，都听你的。都听我的，感激就不用了，你们老老实实遵守之前的约定就行。说了1分半，不卖就赶紧走，别耽误我功夫。王老板，您这1分5是不是太少了？我这矿可是上等矿，硫含量起码在35%以上，您1分5就收，心也太黑了吧？哟，还遇上懂行的了，那你找价高的卖去啊，我这儿就这价。行，省城化工厂也收这矿，价码比你这儿高多了，我们凑够一车拉过去，也费不了多少事儿。哎，回来！行，看你们大老远推过来也不容易，我吃点亏，再加5厘，2分1斤，总可以了吧？2分了，真涨了！陈明道也太厉害了，比1分半多了1半呢，太好了！刚才我还骂人家，以后真得听人家的。2分，王老板，我要是只想卖2分，就没必要进你这个门了。你什么意思？意思就是2分太少，我不答应。这老板咬死了2分，这咋办啊？我们大老远推过来，总不能再推回去吧？对呀，这一来一回多麻烦。2分1斤不少了，你们去省城，别说路途远，车匪路霸多不安全，就是化工厂的门朝哪里开，你们怕是都不知道。人家大厂有固定进货渠道，你们这点矿质量参差不齐，数量又少，人家未必肯收，去了也是白跑一趟。王老板，做生意眼光得放长远，我们村的矿不可能只卖这1天2天，你转手就能赚钱，没什么本钱也没风险。这样，你之前给陈大柱什么价，现在就还按什么价8分半，能收，我们这就卸车给你搬仓库。8分半！老弟啊，上次那价是我贴钱做善事，真给不了那么高。3分不能再多了，你答应下来，我私下给你提2厘佣金。王老板说笑了，我们一个村的都是亲戚自家人，这种黑钱我要是赚了，祖宗有灵都饶不了我。都是自家人，道明这才是为我们着想，可不是嘛？换别人早自己捞好处了。3分，不能再高了，愿意卖就卖，不愿意就自己去省城。别怪我没提醒，这110里路可不太平，前段时间还有车匪路霸杀人的，你们推着板车能到城里，带着钱可未必能回来。真有车匪路霸呀，那可太危险了。3分就3分吧，总比1分半强。种1年地也落不了这么多。你们确定就要3分钱把矿卖了？道明啊，不是我们不听你的，你辈分低又常年住在山上，哪知道外头的凶险？真遇上歹人，得不偿失。3分就3分，落袋为安。大伙儿赶紧卸货，卖了还能赶得上赶集。叔，这没事儿。让他们搬，再等3分钟，有好戏看。咋这么多轮子？空车来的，干啥的呀？请问有位姓陈的老板在吗？我的天哪，全是板车拉的散货啊！这得装到什么时候？二位好，在下陈明道，是我给厂里打电话，请2位过来收矿的。省城的厂子，道明居然认识这么大的来头，我的娘怪他不慌，原来早有后手啊！陈老板是吧？你好，你好，我们是城郊化工厂的，先看看矿样，品质达标的话，我们按厂里采购价收。2位不辞辛苦跑一趟，陈某感激。这2枚原石，我请乡里庙祝开过光，保平安聚财气，一点心意，祝2位一路顺累，财运亨通。陈老板太有心了，谢谢。伙计，是你啊？钱会计你不知道，上次我去厂里报道，就在国道边见这兄弟卖矿，1块矿石就卖了100块，100块，一块矿石100块，抵咱们满一板车了。你瞎扯吧，就算是金矿也卖不了100块1块，这是黄抢矿，我坐办公室的都认识。我说的是真的，当时有个老板抢着买，100块1块，眼睛都不眨。我也不认这东西，是人家买家非买不可，我也没办法。行了，说正事儿。我们验过了，硫含量达标，厂里收购价180一吨，划9分钱1斤。9分，比最开始时的8斤半还高，还好没3分钱卖了，不然亏到姥姥家了。走，别当我家门口做生意。哦，王老板在发脾气吗？9分的矿你3分收，
你心这么狠，你信不信？我今天就能让你这店子关门大吉！对，砸了他的破店！对，砸了！太欺负人了！能叫来省城厂里的人，背景肯定不简单。今天真踢铁板了！别，各位乡亲别生气，是我昏了头，我给各位赔不是，我给各位沏茶，今年的新茶都歇会儿喝口水。陈明道可以啊，人家老板都给他跑茶，比村长都有脸面。那可不，陈二狗来县城，谁搭理他呀？陈大柱，安排过秤，春狗叔有福叔家的先上秤，按辈分来。好嘞。道明啊，那我们呢？你们等着，车装满为止。刚才是我们老糊涂了，不该不听你的。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计较啊。小小年纪，遇事沉稳，恩威并施，管事颇有章法，不简单。行了，都排好队，只要以后守规矩、听安排，矿都能卖出去。但谁再自作主张坏了大家的事儿，下次就别跟着了。来，搬运磅秤。王老板，我挺佩服你的，刚改革开放就开启这么大间店子，不容易。我想跟你长期合作，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当然有，兄弟，你说怎么个合作法？以后我们村的矿石统一由你代收，还按8分5一斤算，随行就市。行情涨了，我们也跟着涨；跌了也不让你亏。你不用跑产地，稳赚差价。兄弟，你这为人，我佩服。二位今天跑一趟辛苦了，一点薄礼别嫌弃。陈老板客气了，以后有货随时招呼我们。放心吧，陈哥，装车这点事儿快得很。大柱，这里盯着点儿。我去县城置办点东西，晚点回山。叔，你放心去，这儿有我呢。就这么忙了一个春天，全村人靠着山上的黄土矿都换了钱，日子一天比一天翻郁。我说的话，在村里越来越有分量。爸，春天下雨，河里都涨了，我想跟姐姐一起下河抓鱼吃呀，抓小杂鱼，炸得酥酥的香。别瞎闹。刚下过雨，水深流急，踩滑了掉下去怎么办？不安全。我竟然差点忘了，上辈子雨季家里的土坯房直接被雨水冲塌，压断我一条腿，害得落了一辈子的病根。鱼不抓了，走，咱现在去收拾山洞，雨季前搬进去住。大凤带妹妹们捡地上的干枯枝。洞里太阴了，大白天都黑黢黢的。孩子们写字玩闹都不方便。我正琢磨这事儿呢，等下我去县里废品站转转，淘点电线零件回来，想想办法给洞里通上电，就亮堂了。你可真能折腾，天天不着家。刚说搬山洞，屁股还没坐热，又要往外跑。家里辛苦你盯着，我快去快回。哦，爸爸亲妈妈啦！爸爸妈妈。大爷，一点心意，我进去找点钢管、旧轮胎和废铁皮，晌午没人，我挑了就走。公家的破烂不值钱，记着啊，在册的贵位宗属不能碰，其余的你随便找，抓紧点儿，职工就午休2钟头。这堆东西我扛不动，您有没有啥法子？你自己拼辆板车呗，这儿钢管、轮胎都有，花2块钱材料费就行。趁现在领导都午休，没人管你。废旧轮胎固定在车架4周减震，水管电线当捆绳。弄好了吗？弄好了就赶紧走，把这个盖上，路上遮着点儿，不招眼。多谢大爷了，这份情我记着。小朋友，你这鹅蛋怎么卖啊？5毛钱一颗。5毛？都能买1斤鸡蛋了，你这也太贵了。您买点吧，我这蛋都是新鲜的，您可以对着太阳照，没有一个坏蛋。我奶奶病了，再不买药她会死的。你先别哭，我买可以，但你得说实话。你家养多少鹅？能攒这么多蛋？养这么多鹅还能买不起药？天鹅绒比棉花保暖多了，要是能孵出来养殖，以后做羽绒服、羽绒被。行，
我买了，一共18颗，我给你10块钱，连筐子一起算我的。谢谢您，您是好人，好人会有好报的。叔，你还没回村呢，车上这是买的啥好东西啊？叔，你不知道，我今天一车矿卖了130多块，拉个110胖，我就是万元户了。好好干，咱都能致富。叔，我来帮你推，来几个老爷们搭把手，下回还想挖矿赚钱的都过来。今天挖一天矿都累死了，下回不想赚钱了，你这点力气都舍不得出。行嘞，那就辛苦大家了。妈，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天都快黑了，妹妹们都问了一整天了。妈，你看天边的火烧云，你说傍晚有火烧云，明天就下雨，可家里一点柴都没存，要是今晚就下雨，可怎么办啊？别担心了，你爸爸很厉害，他会平安回来的。风都湿乎乎的，搞不好真要下雨了。冰冰，大风，是爸，爸回来了。爸爸，你可回来了！谢谢各位了，天色不早，就不耽误大家回去休息。今天这份情，我陈明道记下了。今天多亏了你，我那车矿多卖了快100块。我陈大柱粗人一没别的，以后你说啥我都听，我的也给你。下回挖矿还得麻烦你。你们挖矿跟我没关系，我收的是承包土地的环境破坏补偿费。我已经跟县里王老板说好，以后你们去卖矿，他按8分5一斤收，人家也要赚钱，价不算高，愿意卖就卖，不愿意也不勉强。少了武林没啥，但销路有了着落，比啥都强。那我们就不打扰你和媳妇儿说话了，先回了。大柱，你等一下，这个你拿回去，之前见大风用过，你应该知道怎么用。知道，谢谢叔。看大柱开心的，咱们以后也肯定会有的。换做别人，发现了矿山，肯定自己偷偷挖闷声发财，和当年跳水救人的少年一直都没变。你们的爸爸很伟大，对不对？对，小九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好小九。雨季要来了，那破土屋不安全，现在这山洞凑合住着，安全又挡风。等咱们赚够了钱，就盖一整片青砖瓦房。好多轮胎呀，爸，我们要这么多轮胎做什么呀？这轮胎用处大着呢，那几个汽车胎，等有空了给你们做秋千。秋千？真的能给我们做秋千吗？就是课文里写的那种。爸爸，什么是秋千？秋千啊，等爸爸给你们做好了就知道了。也不知道多盖点儿。本来生完孩子就气血不足，怕冷，别人觉得舒服的温度，他跟坠冰窟似的。要是白天也这样就好了，黑夜里看不见脸，也不知道这温柔算不算我的。要是能替一辈子也好。爸，咱们的家垮了。哪儿垮了？爸，你看。没事儿，倒了就倒了，晚点把土敲碎，铺到田里当肥料。幸好有上辈子的经验，提前带家人躲进了山洞。要是昨天我们没搬家，是不是就被砸死了？爸，你救了我们的命，你太厉害了！爸爸救了我们，爸爸好厉害！走，刚下了大雨，看看咱们的水池怎么样了？哇，咱们家门口有河啦！那不是河，那叫塘。是呱呱跑我们家塘里了，把它抓了烤着吃。不能抓。那我们在边上挖泥鳅。行了，都成泥猴子了，走，我给你们去冲洗。就不该带你们去池塘边玩了一身泥，还好我在家里弄了个简易洗澡线，这个叫水龙头，打开它。哇，爸爸好厉害！爸爸，我要玩，我也要玩。不行，水浪费了还要去挑，太费劲了。没事儿，让他们玩，咱们有一池子水呢，挑水方便。对啊，那我去拿盆，把凤九封成小泥猴了，正好洗洗。洗澡。光靠挖矿那点场地费不够过活，得找条更稳的路子。柴火粮食也得备着，往后雨天多，进山不容易。大凤，看好家，我进山一趟。哟，陈家村的人还敢往我们王家村窜啊？青黄不接的，谁家粮食够你们蹭的？
王会计说的什么话？我回娘家看我妈还能缺了口吃的？实话跟你说，我们村现在有赚钱的门路了，这点粮食算什么？哎呀，大妹子，你看我这嘴没个把门的，快坐快坐。啥门路啊？这么赚钱？明道可是特意交代了好几遍呢，我才不往外说。如楠姐，你能知道什么？如楠姐，陈家是有矿了。看着陈家村的人赚钱，你不眼红？陈家村那矿就在超生户陈明道包下的山头上。如楠姐，他陈明道还欠着超生罚款呢，你拿政策压他，逼他把山头交出来给咱们王家村，到时候矿一起挖。这话倒是在理。他不交罚款，咱们就按规定封山收地，看他能硬到什么时候。行，这事儿我牵头办。陈明道，你也有今天。当年你害我丢尽脸面，这回我要让你连山头都保不住，好好出这口恶气。我还特意把邻村的吴麻子叫了过来，听说陈明道以前也欠了他几百块钱，这吴麻子又特别能打，刚好被我当枪使。如楠姐，就前面那土屋，陈明道一家子全在山上躲着，占着整座山挖金矿，赚老鼻子钱了，就是故意拖着罚款不交。躲到山里就没人管了。今天他要么把15000欠款交了，要么把山头吐出来，没得商量。王如楠还真找上门了，看这架势，是王狗剩撺掇的，奔着山头来的。大风，带妹妹们进山洞，把门顶死，没我喊不许开门。哎，陈明道，可算找着你了。王会计跑到我们陈家村的山上来，有事？少跟我装糊涂！你超生9个孩子，15000的超生罚款，打算拖到什么时候？就是，占着这么大的山挖金子，赚得盆满钵满，连罚款都舍不得交。我看你就是故意抗法。我跟王会计说话，轮得到你王狗剩插嘴？我明话跟你撂在这儿，3天之内把15000罚款凑齐交上来。要是交不上，这片山是公家的，我们直接收回去，你们一家子立刻搬下山。拿罚款当由头，想抢我的山，王如楠，你算盘打得也太精了。怎么，你不服？哎呀，王会计，有话好好说，犯不上动粗，犯不上。想收我的山，你可以试试，我倒要看看，今天谁能把我从这山上赶下去。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还想赖账不成？你还要脸吗？借钱的时候装可怜，现在拖家带口当老赖。你们陈家村除了你这么个废物，简直是奇耻大辱。说吧，这笔滚到今天的天价利息，你打算怎么办？你的破房子都被雨水冲塌了，就只能拿着刚包的山头抵债。要是陈明道真把山头抵给王家村，咱们以后去哪儿挖矿赚钱？哪能让他们得逞？这山是咱们陈家村的。这片山头是全家10口人的活路，只要你爸能守住这个家，我就跟他一起扛。爸，没事儿，都回屋陪着你们妈。天塌下来有爸顶着，各位跑这一趟是为了当年那笔旧账吧？麻烦再宽限些日子，连本带利我一定还清。陈明道，你装什么算？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说宽限就宽限。我这些人下手没轻重，真动起手来，伤着你老婆孩子可别怪我。你敢打我？村长，各位乡亲都看着，他带外人强闯民宅，还扬言要伤我老婆孩子，我这是正当防卫。都愣着干什么？给我砸！把屋里东西全砸了，把人拖出来！叔，您是一村之长，外村人带着流氓跑到咱们村打砸抢，这是骑在咱们全村头上欺负人。如楠，讨债归讨债，打砸抢就过界了。这是陈家村的地界，轮不到外人撒野。这巴掌我必须还回来！吴老大，你就看着，他陈明道可不止欠着超生罚款，还欠着借你的钱呢。行了，办正事要紧，别因小失大。咱们言归正传，你当年接了我一笔钱，给你老婆救命，这笔账利滚利这么多年，不是小数目。你今天拿不出钱，总得有个说法。说法就是拿山头和孩子抵债，没钱就别废话，动手！光天化日抢人抢地，我看你们谁敢往前一步！
这笔债我认，连本带利，我不赖账。但让个疯婆婆在这大呼小叫，算怎么回事？到底谁说了算？我也是债主。是债主又怎样？我只跟能做主的他。你除了撒泼还会什么？就你这穷酸样，这辈子都还不上钱，生再多孩子也跟你一样受穷。村长叔，给村里添麻烦了。当年借钱是为了救命，我们从没想着赖账，本金我们一定还，但绝不拿孩子抵账。麻烦您给做个见证。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讨价还价？你们敢动手？吴老大，给我废了他！你先动手推我媳妇儿，我才挡着你。这是陈家村的地界，村长就在这儿，轮不到你一个外村人撒野。好了好了，都是求财，别伤了和气。吴老大，欠债还钱是规矩，咱们把账算清楚，该还多少定下来，给人家点凑钱的时间，你看怎么样？账我认，钱我一定还，只求宽限些时日。我要是凑齐了钱怎么办？哼，你要是交得起，老娘的名字倒着写。我要是交齐了这笔高利贷，你来这山上给我磕3个响头，当作是给你那张臭嘴道歉，你敢不敢？哼，你要是交不起呢？山头你们拿走。好，那咱们就定个时间，不能等你一辈子，就今年年底元旦之前，要么你连本带利把钱还清，要么就拿山头和人抵账。哼，15000，不对吧？当年的本金才多少？就算按规矩算利息，也不可能超过5000。利滚利不算的吗？10几年前的旧账拖到现在，不得翻倍啊！陈明道，你不会要反悔吧？白纸黑字的借条，这么多人听着呢，你算是答应了。怎么交不起？好办啊，交不起，现在就滚出这片山头！把这一家12口打包卖了，怕是都凑不够15000。陈明道家里就他一个劳力，离元旦只有半年，上哪儿去赚这15000？这阎王债真是要人命啊！你不会要反悔吧？白纸黑字的借条，这么多人听着呢，你算是答应了。反悔个屁！你等着磕头吧！家徒四壁，就不招待各位了。元旦之前，15000的欠款一定准时送到。各位走好，不送。吴老大，你可不能再让他拖时间了，没准到元旦他早卷铺盖跑路了。行了，既然白纸黑字认了账，那就这样了。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在家带好孩子，我明天进深山里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快搞到钱的门路。你注意安全，放心，家里一切有我。原来还想来山里找找有没有人参之类的能卖钱的草药，可一场山洪刚过去，植被毁得太厉害，再往里走容易塌方，得不偿失。算了，先回去，倒腾倒腾发电机，卖给村里人也能赚钱。咦，那是竹子。原来是老竹海，几十年没人管，一场雨全冒出来了。把竹根移回山头，用不了几年就能长出一片竹林。有了林子就有山鸡季子，再散养几头猪，柴火肉食都不愁了。要是能找到桑树，养蚕抽丝织布，日子就更稳了。原来你就是我今天的意外之喜啊！正差一条稳定致富的路子，现在这不就有了吗？靠竹鼠赚15000超生罚款不太敢套，但能给以后过日子添保障。那么大一座山头，全种粮食累死也种不过来，种上竹子再养这些小东西，刚刚好。现在还不是养的时候，得等家里竹林长起来再说。不好，塌方了！应该不会再塌了，回去看看情况。山洞里有东西发亮，山体还没稳，按说该赶紧离开。可这点光，万一是好东西呢？就过去看一眼。竟然是白水晶！整座山洞是白水晶富矿，晶柱比我巴掌还宽。这东西不值钱，国内白水晶矿多，还不如玻璃贵，但对我有用。
带2块回去磨成凹凸镜，平时生火能用。大凤肯定喜欢。好险，再晚走半步就埋里头了。位置先记牢，以后需要了再来挖。先回家。爸，你可回来了！爸，我们家有发电机了。冰冰用我从垃圾场淘来的材料做的，肯定是冰冰不像别的读书人只会动嘴，动手能力强得很。当年要是没困在这小山村里，梁冰冰说不定能当科学家。这是用风扇电机接了齿轮和手摇柄，另一端连方形小盒，再接上稳焰器，最终连到一台旧电扶上。陈明道不是个大老粗吗？怎么还懂这些？爸，你摸摸，会热。这个不可以摸。都听清楚，这个东西发光发热的时候，谁也不能用手碰，更不能往上面泼水，明白吗？我们早就知道了。妈妈说，有了这个，我们不用烧柴也能做热饭吃，是不是很神奇？妈妈还说，我们很快就会有电灯，就是爱迪生发明的那种电灯，晚上能发亮的电灯，只有我们家有哦。没错，全村就咱们家有，以后还会有冰箱、电视、洗衣机，好多好多新鲜东西。真的吗？能有装冰棍的冰箱吗？会有的，奶油冰棍、橘子汽水，以后都让你们吃上。大凤，你的太阳灶该换方向了，汤要凉了。哎呀，差点忘了，爸，我炖了鱼汤，快来吃。鱼汤？哪儿来的鱼？白水花弟弟送鱼来，换走一个太阳灶，是不是？不然呢？不过是退了婚，又没做过亏心事，白家倒像是要缠我一辈子。也好，太阳灶本来就要往外推，挖矿干不长久，村民迟早挖不动，卖太阳灶才是稳当的长久生意。我已经跟县里铁匠铺谈好了，7块钱批发，10块钱散给村里人，让他们12块往外卖。你瞧，这里面已经有小生命了，等长好破壳，咱们家就有大鹅了。想吃肉就得好好把它们孵出来。那孵出来可以杀了吃肉吗？记住，罐子里温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手伸进去，觉着温乎正好。我知道了，我肯定看好他们，不让人偷吃。不用一直盯着，走，陪爸爸种竹子去。哟，白家兄弟，陈明道也给你们家太阳灶了？陈明道怎么不给我们一个？我们可都姓陈。你姓陈咋了？人家姓白才是自己人，你姓陈是外人。人家真会吃，居然用太阳灶烤鱼。我看陈明道带回来好几个太阳灶，指不定就是拿来送人的。走，咱们也上山要一个去，兴许陈明道能给。等这片竹子长起来，竹鼠自己就来了，到时候教村里人用太阳灶烤竹鼠卖，既有噱头又好吃，肯定能赚钱。爸，竹子长起来要多久啊？用不了几年，竹子长得快，还能固水固土，以后柴火、家具料都有了。嚯，陈明道，你这又是什么新鲜玩意儿？还能自己淌水冲澡？村长到访，有何贵干啊？这水冒着白烟，居然是热的，就放这儿太阳晒着，自己就能热。对，太阳一晒就能热，铁桶吸光，晒半天水就烫了。还别说，家里有读书人就是不一样，管子一接，开水就流下来，洗完的水还能流去浇地，一点不浪费。就是挑水麻烦点儿，不然这东西真的好用。劳累一天洗个热水澡，那叫一个舒服。挑水只是暂时的，等以后竹林长起来，用竹子做水管，直接把蓄水池的水引到家里来，连挑都不用挑。那个计生工作也得合法开展，不能总拿户口当要挟。所以啊，你们家10个孩子的户口都给你上了。谢谢叔，那我们一家人的承包地，叔是不是也该写个手续，公示一下？公示了，全村人都知道，这事儿也就定了，省得日后有人说闲话。好，明天就公示。本子先放我这几天，大凤他们都是小名，孩子们得有大名，等我起好名字自己填，填完再给叔送回去，就不劳烦叔跑了。这行吧？那个，等会儿，叔还有事儿，你那个太阳灶给了陈大柱，给了白雪花，是不是也能给叔一个？叔以为他们那灶是白拿的，那都是他们花钱买的，我大老远从城里背回来，总不能平白送人。叔想要也行，我便宜让你一个，15块进的货，15块卖您，不收您辛苦费，换别人我都要加跑腿钱的。叔拿着吧。就这么个铁疙瘩，15块啊！大柱，你那灶是不是15块买的？对对对，15块都能买1000斤煤了，几块破铁值当吗？破铁，冰箱也是一堆破铁，还大几千呢。
这东西怎么能跟冰箱比？冰箱那是高科技。行，不跟冰箱比，咱跟煤比。买煤要票吧？你们有煤票吗？1000斤煤省着烧能撑多久？怎么也能烧半年吧？半年？我打听了，1000斤煤省着烧顶多3个月。这太阳灶铁打的，能用多少年？只要出太阳就能用，烧水煮汤都不费柴，超过3个月就赚了。也是，挖200斤矿就赚回来了，又不用柴又不用票，划算。走，上山找陈明道买去，晚了别卖完了。等等我，明道兄弟在家吗？家里灶不够用，等几天批量做好了再卖。得催铁匠铺多做一批，趁别人还没反应过来，先把市场占住。等别人跟风进场，我就该退场了。也是，大白天的能有什么好说的？居然睡了一下午，这风湿成这样，雨季真的来了。爸，你醒了。妈说傍晚火烧云，夜里还要下雨。雨一来，进山出山都麻烦。家里50斤大米快吃完了，发电机零件也缺，得去趟省城弄点粮票和零件回来。省城那么远，走路去得好几天吧，东西也背不回来啊。我之前认识了一个货车司机，借个电话联系他，他会捎我一程的。爸，下雨了，要不等雨停了再去？说下雨就下雨，这雨季真的来了。家里大米快见底，再不搞到粮票，一家子撑不了多久。我去买点粮，再搞点小电器。陈明道，你这样只会让我更舍不得你啊。得赶在半夜前回去，不然孩子们该担心了。冰冰她也会担心我吗？最近她对我温和了很多，我是不是要把她这块冰捂热了？爸，你怎么淋成这样？快进来！粮食已经买好了，够吃一段时间。我还买了几个小灯泡，接上电机试试。路上小心点儿，孩子们都睡了，轻点别吵醒他们。等我回来，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这上午还只做了个电暖炉，现在发电机都做好了。拆了2台旧公扇拼的，零件不全，只能脚蹬发电，不蹬就停。妈白天带着我一起装的。爸，我蹬给你看。亮了，像小太阳一样。以后晚上不用摸黑了吗？别碰，有电危险。等爸从省城买回来零件，咱们就能不用脚蹬，一直亮着。别玩了，快收起来！打雷天开电器容易引雷，危险。知道了，爸。都过来吃饭，吃完赶紧睡觉。明天还不知道什么天气，都老老实实待在洞里，别往外跑。连续2夜雨，出山的路肯定更难走。光靠挖矿不是长久之计，太阳灶得赶紧铺开。等村民卖了粮，正好是销售的好时候。原来是知了猴，一场雨把蝉都浇出来了。等天亮了，满山捡蝉蜕，6、7块钱一斤，一个夏天也能赚不少。有人上山！梁冰冰，你拿锄头干什么？是王狗剩带的人，一共4人，奔着家里的现金来的。去掉王狗剩那个瘸子，还有3个青壮年，咱们2个人硬拼肯定打不过。不能等他们冲上，居高临下，还有一线机会。梁冰冰，你搞什么？学狼叫能吓走谁？什么声音？狼？别胡说八道，这山哪来的狼？真的是狼，好多只！妈的，王狗剩，你没说山上有狼啊！现在好赚也没命重要。还真把人吓跑了，行啊你！不好，狼真的来了！快退到洞里去！你先进洞，把孩子们都叫起来，守在最里面，我在门口挡着。
梁冰冰，你别添乱，赶紧进去。狼应该是躲雨出来的，未必是冲人来的。别往前凑，我看他敢过来。王狗生，你不会是耍我吧？就你们这穷山沟，还能找出钱？强哥，你看这个，咱们村有矿，金子。以前穷是没人发现，现在矿被陈明道那小子承包了，就是白天进村那个瘦子，咱们把矿抢过来，以后兄弟几个吃香喝辣的。陈明道，我就不信这一次你还能逃出去。你们是没见，陈明道那媳妇儿跟天仙似的。哈哈哈，真的假的？有你说的那么邪乎？骗你，我出门被雷劈。山上有狼？没狼，是人学的，肯定是梁冰冰那娘们发现咱们了，想装狼吓咱们。生产队时候啥野兽都被打光了，山里哪来的狼？这也是人学的，肯定是，他装的还挺像。狼，真的是狼！等等我，我腿不好。真有狼！院墙够高，狼跳不进来。你们听见昨晚狼叫了吗？还有人惨叫，从山上传来的，不会是陈明道一家子？谁知道？狼又没咬咱身上，管那闲事干啥？万一狼还在山上，上去不是送命？他怎么知道狼会来？怎么知道狼不进院？哼，不问拉倒。大凤，今天你带着妹妹们别出院门，我去趟城里。狼把王狗剩他们叼走了，一时半会儿不会再来。村里人听见狼叫也不敢上山，这会儿进城最安全。我现在就去联系那个开大车的薛勇。陈哥，等久了吧？麻烦兄弟跑一趟，辛苦你了。客气啥？你说能弄到粮票，我这趟值了。我们开车的工资不低，可没票有钱也买不着东西。放心，到地方我带你找。咱们先去友谊商店。嚯，城里内忘了，这水够深的。还好货车底盘高，不耽误走。就是不知道友谊商店那边票贩子还在不在。这一个人都没有，票贩子怕是没来，白跑一趟。不急，先去吃饭。我知道巷子里有家馆子，不要粮票。陈哥，你对省城这么熟，我跑运输常来都不知道这儿有家餐馆。以前来过几次，这家馄饨是真鸡汤，味道正。老板，来2碗馄饨。粮票要不要？粮油府是通用，一捆1000面额，500块钱拿走。最近风声紧，干完这单我就收手了。500太多了，我起早贪黑干好几个月才能攒下这点钱。吃倒票的，咱们过去买点儿。别急，他们忌讳一窝蜂围上去，容易招便房。等他跟老板交易完，咱们再过去，稳当。行，500就500，你等着，我进屋拿钱。哼，你这钱不对，是假的吧？换一张。不可能啊，我这都是正经做生意收的钱，假的就是假的，赶紧换，我还有事儿呢。不好，有诈！追！敢在这儿行骗，骗了多少人了？你拿我钱还拿我票，你抢劫啊！这钱是你骗的赃款，这粮票是你作假的道具，哪一样是你的？我的天，你们真能跑！走，回去。包子该凉了。
大哥，你们追到了，你的钱，数一下。谢谢大哥。不对啊，大哥，怎么多了一捆？多的你就收着，那骗子活该。那可不行，我就要我自己的。今天这顿我请，二位敞开吃，一点心意，大哥千万别嫌弃。兄弟，我家里孩子多，住得又远，你知道哪儿能买到粮食吗？大哥，你看，就这点存货，大半是面粉，大米只有50斤一袋，外加小半袋。你要多少？就要这整袋50斤的大米，我给你300斤粮票，换这袋米。不行，50斤米100斤粮票就够，哪用300斤？收着，你起早贪黑开馆子不容易，我以后进山出山，说不定还常来麻烦你买粮。行，大哥这朋友我交了，以后有啥事尽管招呼。这点饼和鸡蛋，你带回去给孩子垫肚子。山里路远，别饿着娃。谢了兄弟，走了，以后再见。陈哥，你这力气真不小。刚追回来的粮票，我家孩子多，拿多一半。这300斤给你，咱们一人一半。不行，人是你抓的，我啥力都没出，哪能拿你的东西？拿着，咱们也算共过事，以后跑运输少不了麻烦你。那我就谢谢陈哥了，300斤够我家5口吃2月，攒还能兑个电视票。陈哥，接下来还去哪儿？还是直接送你回去？还有几个地方要跑，辛苦你再绕几趟。哥，就送到这儿了，油钱你别提，算我的。亲兄弟明算账，你放下工作送我回来已经够意思，不能让你贴油钱。以后有机会，欢迎到家里做客。行，陈哥，路上小心，有事打电话找我。这路比预想的难走10倍。是大凤开着灯等我呢。妈，爸能看见吗？我把灯再举高点吧。不行，马上要下雨，打雷危险。你先去睡，我去山边等。我不睡，我要跟妈一起等爸。慢点儿，都慢点跑，别摔着！逞什么能？不知道叫人吗？都到后面去，手顶住车屁股，一起使劲儿！哇，是糖果！爸，这个是甜的吗？都有份，每人先分2块，剩下的慢慢吃。脱上衣，肩膀磨破了。没事儿，就是蹭了点皮。蹭破了，再深点就能见骨头。几百斤的东西一个人往山上拖，你当自己是铁打的？好了，早点睡。谢谢你。人之初，性本善。都起这么早？爸，你醒了，粥马上就好，野菜刚烫好。不错，都发育的挺好，照这进度，收稻子之前就能孵出来。等入冬了，咱们就能有羽绒被盖，比棉花还暖还轻。竹子今年是没戏了，还得找柳树故土。不过眼下先把狼的事解决了。萧石瓜旱厕的，刘防从黄铁矿里炼，就差木炭。山上没成蛇的树，烧炭缺木材。王狗剩家那家伙肯定回不来了，他家木门板正好劈了烧炭。
这么大一块板，要安咱们家门上吗？不安，劈了烧炭做火药。做火药干什么？三轮车改好了，人力灯能发电，放外面有风也能转，接了电池能存电，阴雨天也能用。真的？你这也太厉害了！闲着没事做的。看样子又要连降雨了。爸，小鹅什么时候能破壳呀？快了，等雨停了，太阳出来，说不定就能见着了。雨停了，出太阳了。爸，缸里存水不多了，我去崖边接点山泉水回来煮粥。石头滑，慢点走，接完就往回走，别在外面待着。这破门板扛不住狼撞。我做的土火药在墙角，你去把那几个泥炮拿过来。糟了，他要招呼狼冲了！他们退了。活下来的野兽都怕火药味儿，咱们身上沾了消杀味儿，他们闻出来了。不好，狼群进村了！我下山看看乡亲们。天杀的狼啊！我才赊账买的2头小猪崽儿，全给叼走了！我的钱啊！还好，没伤到人。陈明道，你怎么没事儿？狼不就是从你那山上下来的吗？胡说什么？还好你没事，我们都以为你全家被狼叼走了。前几天山上的惨叫，隔壁村都听见了。都怪你！你早知道山上有狼，怎么不挨家挨户说一声，就顾着自己躲高墙里？我今天被狼吓得崴了脚，你得赔我医药费。都怪我，合着我是冤大头是吧？陈四儿，你妈老糊涂，我不计较。要是你也觉得该我赔，咱们今天就好好掰扯掰扯。山里有狼，需要我挨家通知。狼嚎了3、4个晚上，你们谁听不见？耳朵都聋了。你们都听见了，我家全是女人孩子，你们当叔当婶的，有谁跟我说过一句小心狼？一听见狼进村，我从山上往下冲，摔了3跤，鞋都跑掉1只。你们倒平安无事，转头赖到我头上。大哥别往心里去，我妈老糊涂了，你当她胡咧咧就行。她老糊涂，你也糊涂。她刚才撒泼的时候，你怎么不拦着？陈四儿，哥不跟你计较，但哥教你个道理，错了。大哥，20块也太多了，咱们乡里乡亲的，便宜点呗。嫌贵就别挖。陈明道这是拿陈四儿立威呢。不过这种不识好歹的也活该。陈明道帮了村子里多少忙，就应该听他的呀。哎，先别说挖矿的事了，这狼患怎么办啊？今天叼猪，明天说不定就闯院子了。都静一静，咱们开个紧急会。我的意思，各家把土铳都翻出来擦好，今天就组队进山打狼。现在就去。万一狼声东击西，晚上摸进村怎么办？就是，咱们都是土地房，狼一刨就痛，谁敢在家睡啊？所以才要今天就把狼打死。这样，每家凑钱，上山的人要是伤了残了，
这钱当抚恤金，要是平平安安，就当奖金平分。我带头出20。陈明道，你们家住山上，离狼最近，最危险，你出多少啊？钱出多少不重要，我就问一句，村里有土冲的没几家吧？冲谁拿谁不拿怎么分配？谁家的冲谁拿呗，这有啥好问的？陈四，你们家跟王六家去年因为田埂打过架吧？要是进了山，王六手里攥着冲，我就是在认真解决。刚下了7天雨，山里土松石滑，泥石流塌方，不准什么时候来。这时候往山里冲，真出了事，算谁的？那总不能不管吧？狼今晚再来怎么办？管当然要管，但专业的事儿得交给专业的人。咱们给省城动物园打电话，说山里有野生灰狼，让他们派人来抓，还得给咱们线索费。人家要是不来，不给钱呢？周边200-300里有3个省城，总有动物园要。他们真不来，咱们就自己抓活的，活狼跟家狗配种，生出来的纯种狼狗，城里有钱人抢着要。这玩意儿还能卖钱？这还用问？不然狼狗这名怎么来的？动物园收也就300-500一只。几百？要是碰着南方有钱的买家，少则几百，多则上万。上万！一只狼值1万块，4只狼就是4万，咱们村36户分，1户上1000块啊！王淑楠，快抓住他！他要回王家村报信儿，断咱们财路！该死的陈明道，耳朵倒尖！王如南，你给我站住！偷听我们村的事儿，想跑回村报信是吧？把话听全了就想走，没那么便宜！干什么？跑到我们王家村门口撒野，欺负我们村没人是吧？3个大老爷们追一个女人，要不要脸？虎哥，他们陈家村想独吞山里的狼，说1只狼能卖上万块，不让我们村沾边。陈明道还放话，谁敢去抢矿，就涨谁的挖矿钱，霸道的没边了。放屁！狼本来就在我们陈家村地界，凭什么跟你们分？哼，山是公家的山，狼是野生的狼，什么时候成你们陈家村的了？赶紧滚！再在我们村口闹，别怪我们不客气。行，你们等着，狼是我们先发现的，你们别想占便宜。咱们走，回去跟明道哥说去。不行，王家村人太多，把我们撵出来了。还说狼是山里共有，凭啥咱们独吞？反了他们了，都回家抄家伙！咱们现在就进山，宁可把狼打死卖皮子，也不能便宜王家村。对，打死卖皮也不给他们，都给我回来！你是村长还是土匪头子？王家村1半人参加过民兵训练，抬枪指哪儿打哪儿，你们能行吗？他们村人数是咱们3倍，真打起来，你们有几条命？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进山不让进，在家坐着，又怕狼来，总不能眼睁睁看着钱被抢到吧？狼没那么好抓，刚下过雨，山里路滑泥多，人找狼难，狼找人容易。王家村愿意送死探路，就让他们去。那他们真抓住了怎么办？那可是上万块啊！抓住了不好吗？狼没了，咱们安安稳稳挖矿过日子。咱们该操心的是，他们抓不住，狼回来报复怎么办？那你说咋办？进山不让进，在家坐着又怕狼来，总不能啥也不干吧？咱们村不大，趁着机会用山里的石头垒一圈寨墙。石头有的是，不用花钱，既能防狼又能防贼。咱们村有黄矿矿，以后家家都要当万元户。不把寨子建结实点，不怕外人来偷来抢。对呀，我怎么没想到，有了石头墙，狼进不来，外人也进不来，比进山打狼靠谱多了。好主意，
就这么干。都听着，家里懂泥瓦匠的站出来，咱们先规划路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把咱们陈家村建成石头寨，让十里八村都羡慕。明道，你这主意真绝！等寨子建好了，咱们村就安全了。石头墙砌高点，留几个瞭望口，以后不光防狼防贼，真有外人来闹事，也能守得住。村里这边盯着点儿，我先回山了，家里还有事儿。哎，好，山上你也小心点儿。你们要建个石头城防猛兽，建起来也好，省得总有人往山上跑。发电机改好了，加了电池，阴雨天也能存电，做饭点灯够用。你这手艺比县里的电工都强。狼是不是又过来了？王家村的人还真连夜进山了。陈家村那边的话我全听见了，山里的灰狼一只就能卖上万块，千真万确。咱们别往外声张，就咱们4个干，3头公的打死卖皮，留那头母的下崽，跟家里的大狗配种，以后狼崽源源不断，躺着都能赚钱。上万块一只，真有这么值钱？别是陈明道吹牛皮骗咱们吧？城里有钱人就好纯种狼狗这口，旧社会一条好狗比买个丫鬟都贵，现在更金贵。你们手里3把5连发猎枪，每人5发子弹，对付4头狼稳得很。我负责联系南方的买家，卖了钱咱们5-5分账，我1分不多拿。干了！趁陈家村还在磨阳宫建寨子，咱们现在就进山，打狼个措手不及。对，等他们反应过来，咱们都把狼扛下山了。寨子不光砌外墙，还要留瞭望口，修排水沟。以后每家房子都改户型，卧室、客厅分开，厨房、茅厕都修屋里，再建个食水塔，把山泉水直接引到各家灶台上，省得天天挑水。茅厕修屋里，那不得臭得没法待？你懂啥？城里体面人家都这样，干净还不用刮风下雨往外跑。真能把水引进屋，那以后不用天天天不亮就去山泉边排队挑水了。能，山里石头有的是，慢慢建，用不了10年，咱们村过得不比城里差。村里先盯着干，我回山一趟，之前配的土火药做好了，得试试威力，真有狼或者野猪闯过来，也能顶一阵。等主墙地基起来，我再过来细化每家的户型。哎，好，山上路滑，你千万小心点儿。爸，你看我挖的嫩野菜，中午炒着吃。爸，给你带，给你带呢。别急，别急，我手里这土炸弹危险，碰着可了不得。大凤，带妹妹们回洞里躲好，都捂住耳朵，响了也别往外跑。知道了，爸。妹妹们跟我走。好响啊，跟打雷似的。糟了，这是武兰发猎枪的动静，王家村的人真进山了。这刚下完雨，山路滑，他们敢往深坳里钻，简直不要命了。爸，你真要去啊？外面又有枪又有狼叫的，太危险了。我去白水晶矿那边绕一圈，就到山坳口看看，不往里深走。山里林子密，碰不上他们。主要是他们手里有猎枪，要是真被狼冲散了，枪丢在山里太危险，回头伤了村里人可不行。傍晚之前我肯定回来。你把卷门从里面插死，谁叫都别开，看好妹妹们，听见没？那你一定小心点，见势不对就往回跑。放心吧，你爸我山里跑了10几年了。怪了，这
这鸟不怕人？不对，乌鸦都往山坳飞，这东西闻着血腥气才扎堆，里面肯定出事了。来都来了，小心点过去看看。真有枪，总不能烂在山里喂狼。枪声这么乱，跑的方向也不对，估计是被狼群冲散了。这几个人也是活该，雨天往山坳里钻，不被狼堵才怪。还真是武兰发猎枪，人跑了，枪都丢了，看来是吓得不轻。枪膛还热着，里面剩3颗子弹。这王家村的人胆子不小，本事不行。王狗生，我说这几天怎么不见人？原来死在这儿了。看这样子死了有好几天了，估计就是前阵子进山的时候被狼叼了。看来这山坳真不能久待，狼群把这儿当猎场了。这人身上还有点子弹，乌鸦叫声就在前方不远处，过去看看。穷成这样还敢进山抓狼，可惜了，脑袋打烂了，皮子不值钱，给孩子做鞋做衣裳倒还行。你还想给我引路？左边的泥洼子一看就危险，你想害我？还真是左边有东西，富贵险中求，进去看看。真有枪，不捡白不捡。草食动物夜里眼发白光，绿光是狼。虚惊一场，是来填写的路。4头狼死了3头，剩下那头估计受伤躲起来了。不待了，赶紧回家。大风，开门，是我。怎么是你？大风睡了。自己洗。至于吗？又不是没亲过。睡觉去。哦，梁冰冰到底生没生气啊？真是女人心海底沉，我2辈子都搞不懂她在想啥。想不明白就不想了，反正她是我老婆，孩子都生了10个了。小声点，别吵醒爸爸。我要叫爸爸一起来看。爸，快来看，这只鸟好聪明。爸，你看，他是不是在笑话我们？他好聪明啊，还知道用太阳灶烤核桃。行啊你，拿我的锅烤核桃，都炸出坑了。行了行了，吃完赶紧走，这东西到处飞带病菌。大凤，别凑这么近。
你还不高兴了？没把你毛让你赔就不错了，还敢给我甩脸子？滚！这鸟还真通人性，重活一世，我还能预售了不成？他怎么说走就走啊？我还想跟他玩呢。就是他烤核桃那么聪明，走了好可惜。好了好了，该干嘛干嘛。等过段时间爸去县里，给你们买几条小狗回来养，好不好？真的吗？我要浑身雪白的小狗，像棉花糖那样的。我要黑色的，威风，能看家护院。别缠着爸了，哪有那么刚好的颜色？有小狗养就不错了。爸，你快看，他叼钱回来啦！他是记着咱们说他炸坏了太阳灶，特意叼钱赔咱们吗？这也太聪明了吧！这东西还真通人性，没白吃咱们家几口粮食。爸，咱们养着它好不好？行吧，留下就留下吧。你们记住，别凑太近摸它，喂东西的时候离远点，小心灼手。你就是太惯着他们了，什么野物都往家里留，身上带着病菌，传着孩子怎么办？没事儿，我盯着呢，不让孩子们瞎碰。这鸟通人性，留着也能当个活哨子。爸，谁呀？这么吵吵嚷嚷的？是王如南找上门了。我击退狼回来才1晚，他这时候急着上山，难道是他带去猎狼的人没能回来？